救救我！打碎花瓶，放我出去！他妈的，让他擦个花瓶，竟然敢偷懒！我可是你们老板高薪聘用的鉴宝大师，你敢瞧不起我？不要，黄大师，这个花瓶我擦了1夜刚歇会儿。你他妈骗鬼呢！1夜500年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小伙子，沾染了我的龙血，你将获得通天彻地的透视神眼。我竟然无意中救了一条神龙，还获得了一双透视神眼。不止如此，神龙还赐给了我自动鉴别古董的能力。我以后再也不用给人擦花瓶了。受伤了不起，打碎了店里的古董，你被开除了。我请你来，不是让你欺负我员工的。老板怎么来了？如此仗势欺人，也敢号称东城第一鉴宝师。若非胡会长今日会来，我定饶不了你。您误会了，这个赵明不过就是个打杂的，竟然不尊重我鉴宝师的身份。我只是让他长长记性。不就是鉴宝吗？好像谁不会似的。你也会鉴宝？谁会鉴宝啊？正好我手里有个宝贝需要鉴定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手里有何宝贝？这个香炉是我家祖传的，说店里有识货者，我便低价卖了。你想要卖多少钱？3万。3万？这就是个赝品香炉，根本不值3万块。这香炉的确是个赝品，但是里面竟然藏着一颗价值50万的夜明珠。你这香炉仿制的痕迹太严重了，根本不值3万。还请自便吧。香炉是不值钱，但香炉里的夜明珠值钱啊！先生，你这香炉要不卖给我吧？不过3万块钱太贵了。香炉是我花费20块钱从黑市古玩市场淘来的，3万卖掉确实给了点。那就3000吧，我这给你算的都是朋友价了。3000还是太贵，要不这样，500块钱。你要是想卖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转钱。这小子真是砍了一手好价，算了，500就500吧，也能赚点。我要不是着急用钱，这500真不能给你。行。转过去了啊！好嘞，谢谢惠顾。张明，你被坑了，这香炉连50块钱都不值。他可没有被坑，没想到孙老板手下竟然有如此人才。胡会长来了，这可是东城鉴宝界的大人，他怎么好像看中赵明？胡会长，你怎么递给我一张名片？小兄弟，你就是这家店聘请的鉴宝专家吧？你手里的香炉能让我看看吗？你手里的香炉能让我看看吗？可以。小兄弟，这香炉你能否卖给我？胡会长，你愿意花多少钱买？50万，我买你这香炉。这个胡会长一眼就能看出这香炉里藏的夜明珠的价值，看来也是个识货之人啊。50万，这也是透视神眼给的最高价格了，能卖。行，既然胡会长这么喜欢，那我就出售了。我跟小兄弟有缘，咱俩加个好友，我现在就把钱给你转过去。行。难道赵明真的会鉴宝？不是你小子刚才是不是看出来我手里这香炉是正品啊？给我砍价，故意坑我是吧？我现在不卖了，我把钱退给你。哎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是你把东西卖给我的，人要讲诚信吧，不然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你要这样做，以后谁还敢买你的东西？哎，小心！你这……胡会长，这个就是你想要的夜明珠吧？你快说好。赵兄弟，你早就看出来这香炉里藏有夜明珠，对吧？是。孙老板真是幸运，竟然聘请到了你这样的大师。回见了。你把我的夜明珠还给我！
哎，你这样话怎么说？你把东西卖给了我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了，我想怎么处理你管不着吧？现在请你马上出去，不要打扰我们八宝斋做生意。郑明，没想到你的眼力还不错，竟然能看出内藏乾坤。以后我这八宝斋就需要你这鉴宝大师坐镇了。多谢老板重用。从今天起，赵明升任八宝斋的首席鉴宝师，工资1个月3万。行，多谢老板，我现在就去打扫卫生去。等等，老板，我不同意。我决定的事，还轮得到你来质疑？老板，我可是东城第一鉴宝师，你偏请我来1个月也才1万，他一个打杂的，您1个月给他开3万。老板，您这么做不怕我寒心吗？既然你偏心赵明，那我就把你的钱骗到我的手里。老板在不在？我有笔大买卖要找他。我就是。请问这位先生，你是来鉴宝还是来售卖？我是来鉴定宝物的。如果你们这价格合适的话，也可以在你这卖喽。还请先生先把你的宝物拿出来，我们这边鉴定一下，再给你结果。这是我们家祖传的青花瓷瓶，要不是现在我生意困难需要周转，我是不会拿出来卖。黄少峰，你要是能鉴定出这青瓷瓶的真假，我就把你的工资提到1个月3万。但你要是鉴定不出来，后果自己承担。老板，这个确实是唐代的无疑，而且如此精美，乃是青花瓷中的极品。这青花瓷瓶的确不错。老板，你可一定要把它买下来，这个宝贝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古董。孙晴啊孙晴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这个宝物实在是超出我们的意料，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价格？这样，我也不跟你玩虚的，咱们一口价1000万。先生给的价格十分合理，不过我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老板，有什么可考虑的？这个东西可是值钱的宝贝啊！这个黄少峰这么热心急切的，难不成这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好，1000万，我们八宝斋收下了。原来他两个是一伙的，专门来骗老板钱的。哎，等等，老板，他带来的这个青花瓷是假的。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这位先生可是第一次见面，怎么会说我们是一伙的？况且，你凭什么认为这位大客户带来的青花瓷瓶是假的呢？哼，你以为八宝斋的黄大师是吃白饭的吗？真假的看不出来吗？张明，你是怎么判断是假的？敢不敢让我来鉴定一下？老板，你看一下，真正有年代的青花瓷上面会印着义乌厂制造生产，居然真的是假的！谁让你这么干的？说吧，你们是怎么联合来骗钱的？上次我拿着这个淘来的假货想骗你钱花，没想到黄大师他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他说这次要我按照他说的话去办，要不然就报警把我抓起来。其实我也是被逼的。我这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，让顾明假扮富家子弟，拿着假货来骗孙晴的钱，这样我就可以过上千万富豪的生活。可是这个漏洞，赵明是怎么看出来的？黄少峰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竟然联合外人来坑我的钱，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老板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也是被猪油蒙了心的。现在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，以后不要再让我从古玩圈子里看到你，不然
我是要你牢底坐穿！滚！滚！我马上滚！哎，你愣着干嘛呢？难不成你想牢底坐穿？不，张明，今天多亏你的火眼金睛，要不然我就要被他们给骗走1000万了。这个赝品你砸碎了吧？我看着就来气。哎，老板，这可不能砸，这可价值500万呢，这里面可藏着真正的宝贝。什么？内藏乾坤？看好了。还真是。张明，这件藏品是你发现的，我决定这500万都是你的，我一会儿打进你的账户。而且你刚才帮我挽回了损失，我决定再奖励你100万，一共600万，你一定要收下。行，多谢老板。好好干，我看好你，以后我保准你能赚大钱。老板人美心善，对我不错，还让我赚了600万，以后我就可以靠着这透视神眼赚更多的钱了。喂，青青，你现在带着你的鉴宝师来我的玉石店铺，我有幅画鉴定不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走吧，赵大师，现在带你去赚钱。啊，行。哎，莹莹，我知道你花费2000万收购了一幅古画，我特意让我家的鉴宝师过来帮你鉴定真假，你怎么还不让我看呢？我不相信你的鉴宝师，我现在只相信秦青的鉴宝师，一切等他来了再说。秦青，你来了，快坐。黄大师怎么没来？莹莹，那个黄大师已经被我开除了。赵大师的鉴宝能力很强，眼力无人能比。你放心吧，我的眼光是不会出错的。莹莹，据我所知，这八宝斋的孙老板有一个很厉害的黄大师，现在黄大师被开除了，居然让这一个年纪轻轻的黄毛小子来顶上，这一看就是走后门进来的关系户，能有什么本事啊？能有什么本事啊？何少爷，你是质疑我的人不行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孙老板，那有什么不行的？你说怎么赌？我们俩的鉴宝师同时给莹莹的古画鉴宝，谁能鉴别出来，就给对方赔礼道歉，并且赔给对方5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怎么样？看来孙老板对你带来的鉴宝师傅很有自信啊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要是拒绝，岂不是显得我的人很无能啊？啊，行，我接受。江大师啊，我的脸面和荣耀可都拜托给您了。放心吧，少爷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赵大师，不用给何少爷留情面，让他们输。好的，老板。两位鉴宝大师，你们两个如果能帮我鉴别出来画的真假，我会额外给你们500万作为鉴定费。那里就是明代吴彬的10面灵璧图卷，请两位开始鉴定吧。赵老板，我已经鉴定好了，这幅画是一幅赝品。孙老板，这就是你带来的鉴宝大师啊，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就看了一眼就能判断出真假？这幅画是我花费了2000万买来的。晴晴，你这鉴宝师会不会有点太儿戏了？莹莹，你先不要着急。赵大师既然这么说，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。先等那个鉴宝师鉴定完，再听听他们判断的方法是什么。不懂装懂，滥竽充数，我看你接下来怎么装。哼哼。赵老板，您真是火眼金睛啊！这幅画是吴彬的真迹，大家看，这线条优美，
字体磅礴大气，画工精湛，这是难得的一幅好的画作呀。周老板，这阿谀奉承的话，人听了确实会心花怒放，但问题是，这依然掩盖不了这是一幅赝品的事实。那你来说，为什么这幅画是赝品？这幅画明显就是人为拼凑上去的，只要加点水就能显出痕迹。另外，既然这是一幅古画，可为什么这上面的纸都是现代的，完全看不到一点泛黄的痕迹呢？完了，那可是我花费2000万买的字画，竟然买了一幅赝品。周老板，你先别灰心，其实您这幅画它的价值在5000万以上。你刚才不是说是赝品吗？现在又说价值5000万，你不是耍着我玩呢吗？周老板，你先别着急，这幅画的确是赝品，但是这幅画里面还有藏着别的画，它是一幅画中画。这里面的另外一幅画，就是宋代陈荣的《六龙图》。这竟然真的是宋代陈荣的画，在市场上的确价值5000万。你可是东城第一鉴宝师，竟然输给了这样一个黄毛小子！你他妈的，真是把老子脸丢尽了！高少爷，我没想到啊，这小子竟然能看出这幅画是假画，他还能看出里边的画作。你还有脸跟我解释？害老子输了500万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滚蛋！从此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东城的古玩圈，否则有你好看！高少爷，我这就滚！赵大师，我向刚刚质疑你的行为向您道歉。如果今天不是有您在，那我损失可大了。您今天的鉴宝能力啊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刚才承诺给您的500万，我觉得有点少了，我要给您2000万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何少爷，你的鉴宝师水平不行啊，你已经输了，兑现承诺吧。没想到啊，孙老板的手下真是卧虎藏龙啊，居然有这样一员猛将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小子，愿不愿意来我的玉石店工作？我1个月给你开30万，怎么样？何文俊，当着我的面挖人，当我不存在啊？那又如何？何少爷，你这个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干的。另外，你还是别废话了，赶紧转钱。小子，你真是愚蠢！哼！赵大师，你不用搭理他。晴晴，赵大师的鉴宝能力可太厉害了，竟然连画中画都能看出来。今天晚上有个赌石大会，你可以带他去捡个漏，说不定能捡到好东西呢。那你不去吗？我去不了，这还有一堆事要处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今晚带他去一趟。周明，我相信你的眼力，今天肯定能捡到不少东西。孙晴，你就带这么一个毛头小子，一个新手，那怎么可能捡到漏啊？师傅，你是在嘲笑我的鉴宝师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哎，对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黄少峰黄大师，他已经加入我们玉石店，成为我们的首席鉴宝师。今天我就要在这赌石大会上赚得盆满钵满，然后将你们狠狠地踩在脚下。孙老板，好久不见呢，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吧？以我的鉴宝能力，还是有很多老板会赏识的。哼，徐老板，你就不怕这样的人把你的玉石店干黄了？姓赵的，你再敢胡说，我撕了你的脸！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我会让徐总的玉石店
蒸蒸日上，你呀就等着记住。薛府，你这次可算是看错人了，他可不是什么福星，而是你的灾星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哼，你好像对你的鉴宝师很自信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赌一下啊，让双方的鉴宝师各挑3款原石，看谁的出率高，价值高。输的那一方呢，就要给对方磕头道歉，再额外赔偿3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如何？好啊，既然你想给我们送钱，那哪有不要的道理嘛？老板，我觉得那边原石比较好，我们不如去那边看看。好。原来是个大傻帽啊！那边都是新坑种，能挑到什么好东西？咱们挑这个老坑种的。哼。证明这边都没有人来，看这原石的程度，好像都是新坑种的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新坑种的也依旧能找到不错的原石，相信我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你挑选吧。对了，老板。刚刚我看徐老板是有意在针对你啊，是不是你们之前发生过矛盾？是的，徐福之前坑过我的古董，让我损失将近1000万。哎，那这样吧，这一次我可以让他赔偿5000万，到时候就让他知道你可不是好惹的。真的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只留1000万，剩下的4000万都给你。行啊。哎，证明这3块石头看起来都很普通，真的能出绿吗？相信我，这3块石头都是很值钱的。太好了，我已经忍不住看到徐福输了，看他如何在我面前得意。放心吧，会看到的。我还以为你们找到了能出绿的好原石呢，原来你们就挑了这3个黑不溜秋的破石头啊！孙强，你的鉴宝师好像也不会赌石啊。徐老板，刚才我和我老板商量了一下，我们觉得这个赔偿有点少，要不这样，这次谁输了就赔对方5000万，怎么样？有人想赌大一点啊？行，没问题，老子奉陪到底。行，那谁先开始？当然是我先来了。我要让你这个新手看看，老子挑的原石是如何出绿，是如何出宝石美誉的。好，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一下了。切棍师傅进来。徐老板竟然开出了2块玻璃翡翠绿，这要价值200万啊！能有这样的眼力，真是牛逼啊！虽然废掉1块，不过依旧不影响结果。接下来就看这个小伙子了。臭小子，看到没？老子挑的原石已经出绿了，你跟你的孙老板就等着赔老子5000万吧！哟，徐老板这么着急，我的这些可都还没切呢，你一会儿可能就笑不出来了。我说赵明，你以为你有点鉴宝能力就可以在赌石界里牛逼了？你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？你呀，还是好好想想，等会儿该怎么跟徐老板交代吧。师傅，第1块。这竟然是冰种翡翠绿，价值300万。本以为这块黑不溜秋的原石就是块废石，竟然还开出绿了。去，不就是误打误撞开出个翡翠冰种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一惊一乍的。我敢打赌，他剩下的2块原石什么都没有。是吗？那你可看好了。来，师傅，第2个。这竟然是大马坎黄美玉，价值500万。他这是越开越大呀，这
这小子的眼力可以啊！我现在更期待他手里的第3块原石了，能看出什么东西？师傅，最后一块。我不相信他运气一直这么好，肯定是蒙的。这竟然是琥珀化石，价值1000万！天哪，这人也太神了吧！怎么可能？他肯定是作弊！作弊？亏你想得出来！你这样的借口谁会相信？徐福，你已经输了，现在可以直接给赵大师转账5000万了。孙晴，你怎么输了就不想认账了？你可是经营着一家玉石生意，你想因小失大？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你损失的可不止5000万吧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！你不是东城有名的鉴宝师吗？怎么连这个初出茅庐的臭小子你都比不过？你害老子输了5000万，5000万呢！赶紧给老子转2000万，不然老子让你在东城活不下去！徐老板，我真的没有2000万，我只有500万，这已经是我全部身家了！赶紧给老子转过来！老子要把你这个坑害东家的东西给你送进监狱，让你牢底坐穿！转过来！我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早知道我就应该低调生活的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彻底完蛋了！臭小子，我承认你的赌石能力很强，我愿赌服输，这5000万我转给你。来。那就多谢徐老板了。先生，你的琥珀化石可以卖给我吗？哦，你要买琥珀化石啊？当然可以。表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表姐？老板，她是你表姐啊？是的，她在京城经营着一家大型的玉石生意，尤其喜欢收藏有价值的东西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晴晴，他是你的鉴宝师，刚才我目睹了，他的赌石能力确实很强。是的，他的确很厉害。你的那块琥珀化石1200万能卖给我吗？哎，不，你是我老板表姐，这个琥珀化石800万就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加个微信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好。你这个朋友，我将雪姨交定了。晴晴，明天就是东城第5届鉴宝大会，赵大师的鉴宝能力很强，我愿意花费1000万邀请他帮我寻宝。哦，没问题。哟，雪姨，今天的鉴宝大会你喜欢哪些东西啊？我可以送给你。秦亮，我喜欢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买，不需要你。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你可以走了。雪姨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怎么就不接受我对你的爱呢？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喜欢你。雪姨，咱们的婚姻可是双方父母同意的，你该不会有了这个小白脸儿就不愿意跟我结婚了吧？是，他就是我男朋友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走。去查清楚这小子什么来头，敢抢我的女人，看我不弄死你！是。赵大师，刚才是我唐突了，才拉你冒充我男朋友的。其实是因为我特别讨厌那个秦亮。我明白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赵大师，如果一会儿我跟秦亮因为某块玉石对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？我特别想看他吃瘪，最好是让他丢人现眼。没问题，这口恶气我帮你出。谢谢。大家请坐，鉴宝大会马上开始。诸位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鉴宝大会。现在，先来介绍今天的第1块玉石原石。
这块原石很多专家已经鉴定，但是看不出里面的东西。接下来就请各大家族的鉴宝师前来鉴定。若是鉴定出来，鉴宝大会主办方会给鉴宝师500万元的奖金。雪姨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那小子什么来头？他不过就是你表妹店里的一个小鉴宝师而已，你居然喜欢这样的货色？秦亮，小鉴宝师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他。小子，你敢不敢跟我的鉴宝师较量一番？如果你要是能看出这原石里面有什么值钱的宝贝，我就给你200万，如何？秦少，你这个赌注实在是没什么吸引力。要不这样吧，如果在今天的鉴宝会里，我如果鉴别出了真假或者是什么宝物，你就输我3000万，外加学几声狗叫，反之亦然，如何？小子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跟秦少这么说话？哎，那不是东城的赌石大侠刘天吗？他的身份竟然是秦少的鉴宝师，有了他这次鉴定大会，秦少他们稳了。刘大师，稍安勿躁，你是咱们东城有名的赌石大侠，怎么能跟这种小角色一般计较？好小子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要是不答应，岂不是太不给你面子？行啊，那咱们谁先开始？当然是我的人先来喽。刘大师，这一次我的荣辱尊严可就全靠你了。放心吧，秦少，我可是东城赌石大侠，赌石就没输过。就这小子跟我赌石，完全就是自不量力。小子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你根本看不出来这里边有什么。哦，这个意思是你能看出来？你要是能看出来，我额外给你300万。你要是看不出来呢？我要是看不出来，我给你300万喽。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赌石的能力，让你这小子知道我是你仰望不及的存在。这原石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块废石。就你这个能力，我看着也一般啊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质疑我的能力？这么说来，你已经看出这原石里边有什么东西了？那是当然，这里面可是一块价值5000万的羊脂白玉。什么？价值连城的羊脂白玉？这看起来就是一块普通的原石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玉石呢？是不是他在胡说，就是为了骗取我们对他赌石能力的认可呢？小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那你说这里面有啥，就有啥了？你当我们东城的赌石大侠说的话是放屁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是。小子，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来，找人把这个原石切开。今天我就要戳穿这小子的鬼话，在这里谁也没有资格质疑我的赌石大侠。切割师傅去一下，将这块原石切开。天哪，真开出来了价值连城的羊脂白玉！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刚才赌石大侠都认为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下岂不是被打脸了？恭喜赵大师，开出了一块价值5000万的羊脂白玉。你不是说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吗？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秦少，我刚才没有戴眼镜，看走眼了，让这小子捡了个大便宜。知道吗？你这次输了，关系着什么？关系着我的荣辱和尊严。秦少，再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，下次赌石，我一定将这小子踩在脚底下，为你出这口恶气。你要是再让我失望，我杀了你。是，秦少。秦亮，就算你请来了赌石大侠又怎样？你照样还是输了。现在你可以学狗叫，并给赵大师转3000万了。雪夜，你可是我的女人，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我输钱丢人，你脸上就有光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喜欢的人又不是你。再者说了，愿赌服输，怎么？你是想耍赖不成？我没想耍赖，只要不让我学狗叫，我愿意在这3000万的基础上再加1000万。我不同意，金少，您可是说话一言九鼎啊！你要是出尔反尔的话，岂不是让大家笑话呀？学狗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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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狗叫！我学狗叫，小子，你竟敢这么羞辱我！我秦亮可是个睚眦必报的主，你就不怕遭到报复吗？哟，威胁我，不管用。你要是怕被嘲笑的话，你可以不学这个狗叫啊。但是我会告诉别人，你秦大少就是一个出尔反尔、人品不行的人。我学狗叫，但是你给我等着，下次再赌时，我会要了你的命！切，来吧，学吧。哇哇，好狗，好狗！来，准着。好，赵大师，我叫铁满，是东城鉴宝协会的会长，喜欢呢收藏一些有价值的藏品。您这个羊脂白玉可否出售？我愿意出5500万回收。既然铁会长喜欢，那这个就卖给您了。我也非常希望能够结识铁会长您这样的朋友，这个我就给你优惠一点，4000万。这个赵大师不错，知道给我优惠，是个有前途的人。好，那我就交下你这个朋友。另外，我宣布，赵大师以后就是我们东城鉴宝协会的副会长。啊，赵大师，来。好，多谢铁会长了。哎，刘大侠，你是不是忘了件事啊？你刚刚是不是还答应给我300万？现在赌石已经结束了，你的账是不是该还了？这次的鉴宝大会之前，让我不仅捡了个大漏，还赚了将近8000万，真爽！诸位，今天的鉴宝大会还有最后一块压轴原石，还请各位鉴宝师们前来高台上鉴定。如果有人能鉴定出来这块原石内部的东西以及价值，主办方将会奖励给鉴宝师1000万元。各位请开始吧。这里面竟然有价值过亿的祖母绿，真是太好了，这下又能赚不少钱了。你笑什么？你还以为你能猜出来这里面是什么宝物？你的胡蒙到此结束了。今天你就看我是如何大展神威的吧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操心你自己吧。你忘了刚刚秦大少说了，你要是再输的话，小命就没了。小子，刚才是我大意了，没有戴上我的眼镜。这次我会让你输得彻底，向秦少饶命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就开始吧。小子，我这眼镜那可是高科技，价值200万，只要随便一扫描就能够看到原石里边有什么。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输。真可恶，关键时刻这眼镜竟然没电了。不过我还是看清楚了里面的绿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绿。算了，料定那小子也猜不出来，随便说个品种吧。看你这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是看出什么宝贝了？这里边是一块冰种翡翠绿，价值50万。现在轮到你来猜了。什么冰种翡翠？这里面可是一块价值1个亿的祖母绿。胡说！你以为你的眼睛是火眼金睛啊？我这高科技透光眼镜都没看出来是什么品种的绿，你能看出来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可真的为你感到悲哀，你想用高科技来赢我，还真是天真呢。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开出来这祖母绿的。师傅，可以切割了。天哪，竟然是100年难得一遇的祖母绿，价值至少1个亿啊！
这个赌石大侠靠着高科技都能看走眼，看来他的赌术能力也不怎么样呀，怪不得会输呢。这不可能，他没有高科技眼镜，凭什么能一眼看出来宝物？这对我不公平！混账东西，连这都赢不了，我要你何用啊？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给我杀了！秦少饶命啊！秦少！哎呦！秦亮，你又输了，这次又是3000万和学狗叫。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没完没了了，我输钱丢人，你何必呢？我就是喜欢看你吃瘪，看你丢人，我就是特别讨厌你。如果以后你再骚扰我，我只会让你更加难堪。口叫我是不会学的，账我可以转，老子丢不起这个人。赵大师，这块祖母绿就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你可以卖给我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江小姐，你可是我老板的表姐，我给你优惠一点，8000万。行，那加上咱们之前承诺的1000万，一共是9000万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行，感谢江小姐了。今天真是赚了大钱了，一场鉴宝会下来赚了将近2亿，以后我靠着这透视神眼就能赚更多的钱。赵兄弟，你这个鉴宝能力真是令我非常震撼呐！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神奇的能力。我这个会长呢，以后还要仰仗你了呀，赵兄弟。没问题的，包在我身上，铁会长。赵大师，今天的鉴宝大会之后，你在东城可就成为名人了。我不想出名啊，我只想默默的赚钱就行。喂，老板，怎么了？我有个朋友最近得到了一个宝物，想要让我带一个鉴宝师去帮他鉴定一下。你那边鉴宝大会结束了吧？我去接你。行，走吧，我老板来了。走。表姐，赵大师，今天收获怎么样？青青，你的这位赵大师今天在鉴宝大会上可是大放异彩，将近挣了2个亿，而且他的赌石能力真的超绝，就连赌石大侠刘天2轮赌石都以惨败收场。赵大师，你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那就是你的本事，以后我会带你继续赚钱。行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你那个朋友的宝物是什么？据说那是个很稀奇的宝物，有好多鉴宝师都鉴定不出来。要是你能鉴定出来，我那个朋友可以花高价邀请你鉴宝，给出至少2000万，甚至更高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好。表姐，你要不要去？我就不去了，我回趟家找下我爸妈，商量一下跟亲家退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先去。走。距离。李老。哟，哎呀，秦丫头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快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坐。李老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店里的鉴宝师，鉴宝能力超级强，一定可以鉴定得出您的宝物。秦丫头，你带来的这个鉴宝师看着很年轻啊，真能鉴定出我的宝物？哼，东城鉴定协会那些大师可都鉴定不出来呀。李老，其他的鉴宝师我不敢打保票，但是赵明我可以打保票，毕竟他的鉴宝能力我是亲眼所见。等一会儿他给你鉴定完宝物，你就知道他绝对是东城最厉害的鉴宝师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相信他，那我呢就让他鉴定一回看看。如果他真能鉴宝成功，我不会亏待他，至少给他2000万鉴宝费。李老，您把您的宝贝拿出来吧，我是不会让您失望的，这就是我的自信。好。哎呀，这个呢是我一个朋友啊从海外给我带来的，这是一只金蝉。原来是个金蝉。
他说这个金蝉里面有什么玄机。哎呀，我找了6、7位鉴宝师，根本鉴定不出来呀。如果你也鉴宝不成功的话，那我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一般的温丸了。李老，恭喜你，你可是捡到宝了呀！啊，捡到宝贝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李老，这个金蝉它本身不值什么钱，但是它里面却藏了个东西，价值连城啊！我保守的估计，价值最起码有1亿。1个亿？你没有看错？当然没有看错，李老。现在我就给你证明。哦，好好好。李老，您看，这个就是那价值过亿的夜明珠。夜明珠？哎呦，是的。哦。哎呀，这真是一颗夜明珠啊！李老，我没骗你吧？赵大师可是非常厉害的鉴宝大师。哎呀，秦丫头，你找来这个鉴宝师，我很喜欢呀。鉴宝能力一流，尤其这双眼睛，就像是安装了神童一样，居然能够看穿这个金蝉坚硬的外壳，实在是令人佩服呀！李老，您过奖了。小兄弟，在这东城啊，能让我李强佩服的人，你是第一个。以后啊，我们就以兄弟相称，如何？李老，您都这么说了，我哪有拒绝之理啊？来，咱们俩加个好友啊！我把这个鉴宝费给你转过去。好，过去了。李哥，您给这么多，太客气了吧？哎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行，那就多谢李哥了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哎，明珠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公司处理事务吗？爸，我在周峰那买了一套书画，结果是假的，害得我赔了3000多万。什么？假货？周峰居然用假货来骗你，他怎么敢这么做？还不是因为他想要追求我，被我拒绝了之后，他得知了我喜欢收藏玉石字画，便和他人联手一起给我做了局，我这才上了当。周峰，哼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他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骗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爸，这珠子好透亮啊，你这是哪里买的？哎呀，这是我兄弟赵明刚才鉴宝鉴出来的。他看着这么年轻，鉴宝能力真的有这么强？那是当然了，这是一颗价值过亿的夜明珠，就在这金蝉的嘴里面吐出来的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你让我这个兄弟帮你鉴宝一回，说不定有意外之喜呢。好。哦，你要给人家这个鉴定费的，不能让人白跑一趟。我知道了，爸。赵大师，你有时间和我去看一趟吗？既然李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陪你去一趟。嗯。赵大师，那等你忙完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爸刚才发来信息说想请你吃饭。行，老板，你等我这边鉴宝完了，你就给我发个位置，我到时候过去找你。嗯，好。那李老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哎，秦丫头，这次啊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真没办法从这金蝉里面发现这个玄机呀。李老，不客气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你慢点啊。行，你们也去吧。爸，那我就跟赵大师先去我们公司了。路上小心点啊。嗯，兄弟，改天咱们约啊。行。行，走吧。哎呀，这滴个啷个滴个滴个啷。赵大师，今天就麻烦你帮我鉴定了。李小姐，放心吧，既然我已经答应了你爸爸，肯定会帮你鉴定好的。赵大师，这幅画是真是假？恭喜你啊，李小姐，这幅画是真的，而且价值4000万。你不仅没有赔钱，反而赚了1000万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那个周峰本想坑我钱，没想到吧，还让我赚了1000万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明珠，卖给你的那幅画我不想卖了，
是我鉴定错了，看走眼。那幅画是真品，价值4000万。你还真是无耻，知道画是真的就想要回去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怎么不可能？这样吧，这幅画就当做我对你的聘礼，反正你迟早是要嫁给我。周峰，你说这话可真不要脸，你自己是什么货色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想让我嫁给你，你休想！另外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就是我喜欢的人。这都是什么情况？每次都被女人拉过来当挡箭牌，啊，真是赚点钱也不容易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敢跟我抢女人？那又如何？你这个人不讨喜，而且你做事还令人讨厌，你还有脸在这叫嚣？小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没兴趣知道。哼，敢不敢赌一把？赌什么？赌石。行，没问题。就赌这块我淘来的原石，我们看谁先鉴定出来，并且说出这里面有什么，以及价值多少。谁要是输了，谁就输给对方1000万，并且原石内的东西就归谁，如何？好啊，没问题。这块原石提前已经鉴定过，里面是一片翡翠绿。小子，我可是京城有名的鉴宝师，跟我赌石，你输定了。咱们两个谁先来？你先。既然这个小子是她的男朋友，也敢跟我打赌，为什么脸上没有担忧之色？难道这小子也是鉴宝师？小子，难道你也是鉴宝师？我可不是，我就是个业余的，平常只是偶尔见一下，不过还是输的偏多。哼！我鉴定出来了，这块石头里面是冰种翡翠绿。小子，轮到你猜了。我可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这里面不是什么冰种翡翠绿，而是水胆玛瑙，价值8000万。哈哈，哪有什么水胆玛瑙？这石头能开出价值几百万的冰种翡翠已经很不错了，怎么可能是水胆玛瑙？行啊，周大少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不如咱们先签一份协议，省得我这边开出来了，你再不认账。另外，你还要再给我1000万的鉴宝费。没问题。这份合同是负法律责任的。这份合同是负法律责任的。小子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的鉴宝能力是很牛逼的。小子，你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怕你后悔。哼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提前看好了，是冰种翡翠。我的人就是厉害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，怎么嘚瑟。这可是价值8000万的水胆玛瑙，你就这么错过了？小子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吧？你只需要知道，我已经准确无误地把这个给鉴定出来了。现在这个东西归我了。另外，你还输给我1000万的鉴宝费。怎么，你一个周家少爷，说话言而无信，还想赖账？你可要想清楚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，对你的名声以及周家的生意都不会好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吧。立明主你，小子真是给我一个惊吓！这1000万我给你，老子愿赌服输。行。周大师，看周峰吃瘪的样子，可真是好笑啊。确实。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玛瑙？要不你卖给我吧，我很喜欢这个，加上鉴定费，我一共给你9000万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，周大师？满意。那我们加个微信好友，我把钱转给你。行。行，多谢你李小姐。哦，对了，你这幅画里还是个画中画，里面还藏着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价值2个亿。好了，
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什么？我竟然买到了画中画，还是价值2个亿的！这要是让周峰知道了，不得气疯啊！赵大师的鉴宝能力果然厉害，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。晴儿，那个赵明多大会儿来？爸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估计马上就到了。老孙，晴晴店里那个鉴宝大师真有那么厉害？没错，他的鉴宝能力可是我女儿亲眼所见，甚至比京城的第1鉴宝师都要强。你们今天可有幸见到他了。孙叔，刚好我前2天新得了一个宝贝，正想找一个厉害的鉴定大师帮我鉴定一下呢。赵明，你来了，坐。赵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郑老板，这位是胡老板，他们都是我爸的朋友。今天来吃饭就是他们组的局，专门想见你一面。好。赵明，我这2个朋友，他们都对玉石字画感兴趣，他们都想让你帮他们鉴定一下他们的藏品，你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们2人拿出自己的藏品，让赵明帮你们鉴定。不过他要是鉴定出来了，你们可得给出一定的鉴定费。老孙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给的。这印章是我家祖传的，据说是清代的王富安刻鸡血石刻出来的，有劳赵大师帮我鉴定一下真假。赵大师，你可看清楚这印章是真是假了吗？郑老板，你这个鸡血石印章是假的，只价值500块钱。不过呢，老孙，晴晴介绍的这个鉴宝师也不行啊。我这鸡血石印章明明是真的，这可是我家祖传的，怎么就成赝品了呢？郑先生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您这个鸡血石印章确实是假的，但是它的内部还藏着一块黄云石印章，价值2000万。赵大师，你是说我这鸡血石印章的内部还有黄云石印章，是真的？没错，而且这块还是清代龙狮款田黄云纹方章，价值不菲。赵大师，您可太神了，连这印章的内部你都能看清楚。我现在就给你转鉴定费500万。哈哈哈。那就恭喜郑先生了。若不是亲眼所见呀，真不敢相信赵大师的鉴定能力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，真是越来越期待我的这个宝贝是真是假了。这个笔筒是我爷爷花费200万收购的，一直作为传家宝传给了我。据爷爷说呀，这个笔筒是清代康熙年间青花钱赤壁赋笔筒。胡小姐，您的这个笔筒青花色彩鲜艳，玉质材料精致，是真的，而且里面还藏着5颗象牙，价值1000万。什么？藏着5颗象牙，价值1000万？哎呦，这可真是太令人惊讶了。没错，您呀就把它拿回去好好珍藏，放到以后会越来越值钱的。这可真是谢谢赵大师了，我现在就给您转钱。那就多谢胡小姐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您应得的。喂，蒋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是的，赵大师，我有一个朋友愿意花费1000万，想要聘请你鉴定一些土货，你看你有时间吗？好，我有时间。那你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你直接给我发个位置，我过来找你。好。老板，
孙先生，你们就先吃饭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好，赵大师，那你有事就先去忙吧。雪衣，我这2件土货可是很着急出手的。你今天请的这位鉴宝师能鉴定出来结果吗？我之前可是找了京城有名的专家，都没有出什么结果，以至于到现在这2件土货还没能脱手。沈哥，你放心，你见了我请的赵大师以后，一定会震惊他的鉴宝能力。既然你这样认可他，那我也选择相信。哎，赵大师，你来了，赶紧坐。沈哥，把你的土货拿出来给赵大师看一下吧。好。他也太年轻了，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赵大师，今天请你来，帮我看一下这把古剑是真是假。这是我在拍卖会上花了800万买来的，说是秦朝荆轲刺秦王的那把剑。好，沈先生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先看一看。好。沈先生，您的这把剑是赝品。赝品？这可是我花了800多万买的呀！这要是赝品，我可就亏大了呀！沈先生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件确实是赝品。通常真品剑身上会呈青绿色金属光泽，而且用紫外线灯一照的话，会有微弱的荧光反应。而仿品常涂化学滤漆，用紫外线灯一照就会显示荧光异常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拿出你的手机用灯光一试便知。另外呢，真品剑格通常呈几何暗纹，常用的是失蜡法铸造，因此它的边缘纹路没有毛刺，而仿品常用激光雕刻，纹路生硬。您看，您的这件仿品纹路就是相当的生硬。这沈先生，没关系的，古玩嘛，看走眼也是正常现象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对了，您还有没有别的土货？对啊，沈哥，你先别着急，你不是还有一件土货呢吗？拿出来让赵大师鉴定一下，说不定能减少一些损失呢。赵大师，我这儿还有一个笔筒，是买古剑的时候赠送的，我看没什么特别的，以为没什么价值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沈先生，恭喜你，这个沉香雕笔筒它是真的，而且价值2500万。2500万？赵大师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它就这么值钱？没错，就是这么值钱。2500万，这我也没看出来，它哪里值钱呀？这，沈先生，您看，您的这个笔筒，它是用象牙而做，象牙本身就很值钱，因此您的这个笔筒就是这么值钱。哦，赵兄弟，原来真的是你啊！两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在门口路过时啊，听见赵兄弟的声音，所以我来看看。铁会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赵兄弟，你是在给这位先生鉴宝呢？什么宝贝？我能看看吗？啊，不错不错，很不错的象牙笔筒。这位先生，您这个笔筒打算怎么卖？2500万，赵大师刚刚鉴定过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先生，这把古剑也是你的吧？是的，只不过这是把赝品，不值什么钱。我很喜欢这把古剑，还有这个笔筒。这样，我给你260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可太好了！我给你转过去。行。哎，好，好，行。铁会长，这是您的古玩，您收好。好。哎，赵兄弟，明天有场拍卖会，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过去。这场拍卖会可是在京城举办的，到时候啊，说不定能捡到不少宝贝。明天你只要能帮我啊寻到1样宝贝，我愿意花费2000万。京城拍卖会，只要能捡到漏，就能赚不少钱呢。而且铁会长还花费了那么多钱让我鉴宝，这个拍卖会不能错过。没问题，铁会长，一会儿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明天我跟你一起过去。
那我就先过去了。您慢走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也先走了。且慢，赵大师，鉴宝费我一定要给您。这样，我给您300万。今天要不是您，我赚不了这么多钱。这个钱您一定要收下，当是交个朋友。行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。张海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他可是京城张家的大少爷。喂，张海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现在听说你在鉴宝界大放异彩啊，鉴宝能力很强，正好我要参加一场京城鉴宝大会，需要你这样的鉴宝强者帮我。放心，你在鉴宝大会上捡到的漏都是你的，我还会额外再给你1000万作为鉴宝费。行，没问题。一会儿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我过去。好。我这边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赵老师，你是不是要去京城参加鉴宝大会啊？我很感兴趣，能不能邀请我过去啊？行，那你跟我一起去吧。走了。好。哎，赵明，这儿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今天你可得好好帮我鉴宝，我相中了好几件宝物。放心吧，张总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赵明，你小子什么时候谈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？张总，我只是赵大师的朋友，不是女朋友。哦，对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位叫江雪怡，她是我老板的表姐，而且她也是一家玉石公司的老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江小姐，您别介意。没事，我不会介意的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这个鉴宝会上人来的不多，都是一些京城古董界的大佬，能别得罪千万别得罪。但是有一人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他在拍卖会上输钱，而且还要让他丢人。这个人是你的情敌，还是你生意场上的敌人？是我的情敌，我喜欢的女人他也喜欢，哥们儿我受不了呀。今天我要让他在拍卖会上输得彻彻底底。行，没问题，张总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这口恶气我绝对给你出了。我看鉴宝大会也快开始了，要不咱落座？行，走。哟呵，这不是我们的张少吗？今天带了2个鉴宝师啊，他们太年轻，成不了气候。就算你带10个，也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另外，再告诉你个扎心的事，唐若雪答应嫁给我了，你没机会喽！林宇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是吗，张大少？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，看谁的鉴宝师在最短的时间内鉴定出真假，就给谁5000万，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比试还不够刺激，要不这样，谁要是输了，就把自家产业的1/3分给鉴宝师，怎么样？敢吗？看来你对自己的鉴宝实力很有自信嘛。我就是要打压一下你的信心，也让你知道一下，你这个小小的鉴宝师，在我的鉴宝宗师面前也是手下败将。你说的这个比试，我答应了。各位，我有件事要宣布，今天我和张大少的比试就要开始了。谁要是输了，不仅要给5000万，还要拿出家产的1/3，你们做个见证。没问题，我们也很期待呀。你们的鉴宝师究竟谁更厉害？林少爷既然敢这么讲话，看来这次鉴宝会准备得很充分啊，就是想把张大少踩在脚下。石宗师，这么多大佬都看着，拿出你的全部鉴宝实力，一定不能输。本少可不想丢人。放心吧，林少，我对付区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鉴宝师，我还不放在眼里，打败他很容易的。哼。张海，这次拍卖会我会让你输得倾家荡产。请大家入座，拍卖会马上开始。今天出场的第一件拍品是宋代的瓷器，请各位鉴宝师们前来鉴定这件瓷器的价值。
这宋代的瓷器保存的这么完整，价值不菲呀！不，怎么了？这个根本就不是宋代的瓷器啊！它是现代仿品，价值最多20块钱。张总，赵大师说是赝品，就一定是赝品。他的眼力真的是火眼金睛，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竟然是现代仿品！我看这成色这么好，还以为是真货呢，没想到是假货。哎，你说林宇的鉴宝宗师施长林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赝品吗？那肯定不行，这行小字得用高倍放大镜才能看出来，肉眼是看不出来的。那我就放宽心了，这次我要让林宇输得彻彻底底。放心吧，张总，有我在，就算他请京城第一鉴宝宗师也得输。那就好，现在可以开始鉴定了。小娃子，跟老夫比鉴宝，你还嫩着呢。别以为会两下子就可以来这么高端的鉴宝大会上丢人现眼。我还是劝你一句，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以林少那凶狠的脾气，你要是输了，他会怎么处理你？自以为是。主持人，我已经鉴定好了。这小子这么快就鉴定出来了这瓷器的价格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主持人，我也鉴定好了。你们二位谁先鉴定？我先来，请。这件宋代的瓷器做工精致，收藏价值高，我出价100到120万。林少，这就是京城第一鉴宝宗师，就这水平？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敢质疑我？难道这个是假的？没错，这个宋代的完全就是个假的赝品，价值只有20块钱。胡说八道！这件瓷器上面有宋代的官印，而且成色有年代感、历史感，你竟然说它是假的，简直是胡扯！张海，你是从哪儿找的一个奇葩？到底懂不懂鉴宝？就在这里质疑施宗师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鉴宝师，算个什么东西？林宇，明明是你的鉴宝师能力不行，怎么对我叫嚣什么？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你的鉴宝宗师到底有多废物。张海，你……赵先生，请您说一说那个宋代的瓷器为什么是赝品？这个根本就不是宋代的瓷器，只需要一个高倍放大镜就能够看到，里面印着一行小字：义乌加工厂。这东西只值20块钱。什么？这瓷器怎么是义乌生产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竟然能看到了这瓷器的底部，这眼力也太厉害了。就连京城第一鉴宝宗师施长林都看走眼了，看来他的鉴宝能力让人怀疑啊！我来看看，的确是义乌生产的。你可是鉴宝宗师，你怎么鉴宝的？这么细的问题都看不到。林少，对不起，是我轻敌了，我看走眼了，我没想到他观察这么仔细。闭嘴！你去看走眼了，害老子输了5000万和家产的1/3。真是可恶！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的？竟然比施长林的鉴宝水平还要高。林宇，你刚不是很狂吗？鉴宝宗师又如何？不照样是赵大师的手下败将？现在你已经输了，兑现你的承诺吧。张海，他不过是侥幸赢了一局，是我的鉴宝宗师看走眼了，这局不算，算他们两个之间的热身。下一个鉴宝才是比试正式开始。哎，林宇，你怎么能说这么不要脸的话？比试是你要比的，现在怎么输了你就不认账了？你是想让京城古董界的大佬笑话你输不起吗？林少，你难道连输的魄力都没有吗？愿赌服输，你自己立的比试输了还要耍赖不成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林家必定会被人耻笑的。这样吧，林宇，你要觉得玩不起，现在就把钱转给赵大师，还有林家产业1/3的合同，这样你就可以带着你的人滚蛋。张海，你别得意，不过区区5000万和1/3家产，我还输得起。我现在就给他转钱，签订转让合同，1/3的产业就送给他那些出过问题的产业，让他去折腾。主持人，帮忙打印2份林家产业的转让合同。好。来吧，林老板。哼。
林老板，多谢你的钱，还有你的家产，下次多多益善啊。林少，接下来的比试我一定能赢过他，请林少再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信誓旦旦的做保证，再输了，把你自己的家产冲上，再让我丢人，我保证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是，我要是再输给这小子，林少就会杀了我。接下来我一定要赢了他。林少，下一把怎么玩？小子，看来你很得意，失踪是要认真了。这把你输定了，下一把谁要是输了，就转给对方2个亿。没问题，我等着。接下来由我介绍本次鉴宝大会的第2件藏品，那就是民国时期的根雕。这件根雕的材料是由小叶紫檀雕刻而成的，并且它还是民国大师秋葵的遗作。那么现在，请各位鉴宝大师进行价值评估。这根雕刀工精细，线条自然流畅，价格不菲啊！要不要出手购买？这根雕如此精美，应该收藏价值很高。你们不要这么激动嘛，这个还是赝品啊！赝品？不会吧？这根雕雕刻得如此精致，还是民国大师的遗作，应该是真的。是啊，这刀工精湛，我都想购买了。你说是赝品，我挺喜欢这个根雕的。想必大家对这件价值不菲的根雕有了一定的了解。那么现在，请大家说出自己的见解。我是京城古董街根雕店的老板，在根雕里我最有发言权，也最有资格给这件小叶紫檀的根雕估价。这个是啊，对，这个小叶紫檀木根雕，光泽度好，刀工精致，材料特殊，我给的估价是400万。400万这，小子，顾老板已经给出400万了，接下来该我说说这价格了。这个根雕做工精致，又是民国大师的遗作，我给出200万的价格。小子，开你了。这个东西是个赝品，价值不超过50块钱。赝品？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本以为他也以为是真的，他竟然说是赝品，看来他和施长林是杠上了，就是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。赵大师看起来胸有成竹，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。哼，胡说八道！这根雕如此精致，你居然说这个是个假的，真是可笑。是吗？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这个根雕为什么是赝品。诸位，请看，这其中第1处作假就是一个根雕，本来外层应该是小叶紫檀木，但它的外层却是松木。还真是啊，居然真是假。这第2处作假便是它的背面，这里边印的根本就不是民国大师秋葵的作品，而是现代韩志文的作品。还真是，这么细的地方他都能看出来，赵大师真是神人呐！这次施长林又输了，从今以后，赵大师的名字将在京城彻底出名了。这神奇的鉴宝能力，让我们自愧不如啊！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，赵大师说的不错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真是该死！他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么细小之处的？看到了吗？赝品就是赝品，不管它的刀工做工有多么精细，都是假的。连这样的小问题都看不出来，你还好意思自称鉴宝宗师啊？真是个废物！赵明，你废呀！真给老子丢脸！这么细节的问题都看不到。林少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会看得那么仔细，还不是因为你废物！来人，将这个混蛋拖出去，杀了！林少饶命啊！林少饶命啊！林少，你又输了，现在给我转账。小子，我可以把这2个亿转给你，不过你要成为我的鉴宝大师。林宇，你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还想要我的人？做梦！别废话，赶紧转钱。林宇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个根雕它是真的，它的内部
藏着一个沉香石弥勒佛坐像，价值1000万。什么？内藏乾坤？这赵大师的眼睛是透视眼吗？竟然可以看到根雕里面的东西？这不可能！你以为你的眼睛有这么神奇吗？不信是吗？看好了。还真是弥勒佛坐像，这真是好东西啊！这弥勒佛坐像栩栩如生，真是难得的珍品。林少，看到了吗？凡是经过我眼的宝物，是真是假，我一眼就能看穿。你厉害，你牛行了吧？别说那么多没用的，赶紧转钱！催什么催？不就2个亿吗？老子给得起。可恶，这场鉴定会害得老子输了2多亿，还输了1/3的家产，这回去该怎么跟父亲交代？多谢林老板赏钱啊！经过赵大师鉴定，这件根雕是假的，但却发现内藏乾坤，里面的沉香木弥勒佛坐像是真的，价值1000万，请大家为赵大师鼓掌。你真厉害，真厉害！赵大师真是厉害了，这是啊。主持人，这个沉香木弥勒佛坐像1000万是吧？我要了，现在就给你转钱。好。诸位，今天的鉴宝大会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参与。兄弟，你真的让我大开眼界，就连高傲的林雨和他的鉴宝宗师都打败了，我可太爽了。小子，现在你把我输的钱和我的家产全部还给我，我可以不杀你。林雨，你当着我的面公然威胁赵大师，你是当我不存在吗？这钱是赵大师赢来的，想还给你不可能。现在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蛋！张海，他不过就是你请的一个鉴宝师而已，你确定为了保他跟我撕破脸？没错，赵明可是我兄弟，你要是跟他过不去，就是跟我整个张家过不去。张海，这件事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，我自己来处理。放心吧，就凭他还杀不了我。可是他身边的2个保镖是武力高手，我担心你会受伤。放心吧，只有我让别人受伤的份儿。林少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要对我动手？你对我动手的话，那你残废的可能性非常大哟。威胁我？你当本少我是吓大的吗？我这2个保镖武力极高，我劝你还是把钱和家产还给我，我可以。行了，别废话，赶紧让他们动手，干掉他们就要轮到你了。狂妄，给我上，杀了他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，林少？现在轮到你了，你想怎么死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可是京城林家少爷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林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威胁我是没用的，现在我先废了你。你不要过来，大不了钱和家产我不要了，放我走就行。不要杀我！张海，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和江小姐还有事就先走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还有我答应你的1000万鉴定费，我现在转给你，你一定要收下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来，好。江小姐，走吧。哎，二位想看什么古董啊？我这摊上可是应有尽有啊，而且都是真货，保证你二位买来呀不吃亏不上当。来看看。行，看看。克斯丹这么值钱啊！今晚真是捡到漏了，能赚不少钱。先生好眼力，这可是元代贵族大臣的藏品，我们家的传家宝。您要是喜欢呀，10万块钱您拿走。老板，这个做工确实挺好，10万太贵了。这可是唐太宗李世民喝茶用的杯子，您要是喜欢，给我8万就可以了。哎，还是太贵了，还能再便宜点吗？80。先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80我买都买不来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个被单卖不卖？这就是普通的床单，我垫古董用的。这床单那么普通，买它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老板，其实啊，我和你是同行，我也买了不少古玩，
可是我就缺一个这样的单子用来摆放，所以说你看这单子多少钱卖我可行？哦，原来是同行啊，怪不得喜欢这个床单。你要是喜欢呀，给我100块钱成本价。这个破单子是我从二手花布市场花费10块钱买回来的，要是买的话，我就能赚90啊，这也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老板，你看这单子都这么旧了，还有不少褶皱，便宜点，80块钱。好，80就80。好，过去了。好。哎呀，80块呀！来，先生，给您。走吧。哎，先生留步。怎么了，老板？现在可是后悔了？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是说呀，咱们俩签一笔协议，一经售出，概不退货，免得日后扯皮了。哼，老板，在您这儿买东西还要签协议啊？这么谨慎？哎，不瞒你说，我以前卖了几个古董，被别有用心的人摆了一道，赔了不少钱，所以做生意啊一定要谨慎。好，这协议一式2份啊。您1份，我1份。好了，老板，现在已经签完了，我们就走了。好。小兄弟，我能看一眼你手里拿的这个被单吗？你是？哦，谢会长。这个被单能让我看看吗？给。哎，小兄弟，这个被单你想卖多少钱？哎，老先生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破床单，用来垫古董的。你要是真喜欢古董，我这摊上多的是，你随便挑一件都比这破玩意儿强。这可不是你们看到的普通的被单，在我这个鉴宝师眼里啊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难道很值钱？不应该啊！要是值钱，我早就卖高价，还能沦落为一块垫古董的东西。这老先生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了？谢会长，如果您诚心想要的话，那就2000万吧。啊，2000万？这床单这么普通，2000万？2000万。也算是个合理的价格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我加你个好友，把钱转给你。行。老先生，你是不是老眼昏花呀你？这就是一个破被单，它不值钱，不值2000万。什么破床单？你一个卖古董的，这点眼力劲没有吗？这明明是一床清朝的葛丝单啊，康熙皇帝用过的。啊！居然是葛丝丹，还是康熙皇帝用过的，我居然看走眼了。赵大师，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这克丝丹的价值了？没错，摊主用这克丝丹当垫布，简直暴殄天物。啊！我说你偏偏要这个破被单，原来你早就看出它是葛丝丹是不是？不行，这2000万是我的，你得转给我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？东西都已经卖给赵大师了，现在还想把钱要回去，你这是不是要破坏古董界的规矩？我不管那么多，反正你不给我2000万，你给我1000万也行啊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可是刚刚签过协议，上面写的很清楚。我告诉你，你1分钱都得不到。既然你已经和这个小兄弟签了协议，还说一经售卖概不退还，现在小兄弟发现这破被单的价值，你又想把钱要回去，这怎么可能？那我不管，你实在给不了1000万，给我500万也行。我是京城鉴宝协会的会长，你做生意言而无信，如果不想好好经营，明天我就安排人把你的摊子撤掉。会长大人呢？我跟他们开玩笑呢，我怎么能要这钱呢？是我自己看走眼了，我现在就走。我走。谢会长，今天多谢你了。赵大师，你的眼光很高，你的鉴宝能力也很卓越，以后你在鉴宝界的地位会越来越高的。多谢您的赞誉，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一步。行，慢走啊。喂，郑海，有什么事吗？赵大师，我爸的一个朋友听说了你今晚在鉴宝大会上的事，对你的鉴宝能力很是惊叹。他有一个藏品需要你来鉴定一下，鉴定费2000万。
张海他爸的朋友给了这么高的鉴定费，看来这个藏品不一般啊！这赚钱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？行，我现在过去，等一会儿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好，位置我已经发到你微信上。另外，把我给你转的1000万鉴定费收了。行，那先这样，一会儿见。好。江小姐，我一会儿要去帮个朋友鉴宝，你是跟着我去，还是先回去？这次的鉴宝大会让我开了眼界，我跟你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那我就先回去吧。也好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赵大师什么时候能到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见他了。周叔叔，您先别着急，赵大师一会儿就过来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赵大师，赵大师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的朋友周叔叔，京城顶级财阀周家家主。周家主，你好。请坐。年纪轻轻就在鉴宝上这么有本事，我从小海口中得知你的能力之后，就赶紧让他把你邀请过来，帮我鉴定一下藏品。鉴定费，小海跟你说了吧？好，说了。不知道您的藏品在哪里？我现在就帮你鉴定。这是一块血红玉，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据说这血红玉能够安神定惊、润肺生津，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。自从我收了这块血红玉之后，很多的坏事频繁发生。周家主，您这块血红玉是一个不祥之物。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，前一段时间，您的女儿是不是出了车祸，变成了植物人？您的儿子也像中邪了一样，变得疯疯癫癫，而您自己也会在后半夜呼吸困难。赵大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可有解决的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它摔碎，扔进大海里。只有这样才会去除这煞气，这样你的症状就好了。哦，赵大师，你不仅鉴宝能力惊人，你还能看得出这血红玉上布满煞气，你是不是开了天眼了？你说的对。来人，将这碎玉扔到大海里。是。赵大师，您的眼力令我大为惊叹，现在就给你转钱，2000万太少，直接转3000万。周家主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你必须得收下。对了，赵大师，明天京城古居斋有一个交流会，我想邀请你去参加。毕竟这场交流会会出现很多惊世藏品，最重要的是，古居斋的金老板是我多年的好友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让你担任本次交流会的鉴宝大师，坐镇古居斋，鉴定费会给你1000万以上。看来周家主这是要让我成为京城的焦点，这样也不错，最起码我又能再赚1000万。好，明天我一定会过去的。诸位，今天是古居斋举办的第3届鉴宝交流大会，大家手中的藏品尽管拿出来。今天我请来了京城鉴宝界非常有权威的赵明赵大师，他会帮助大家鉴定你们的藏品。接下来咱们有请赵大师给大家讲2句，鼓掌欢迎。诸位，我很荣幸受到金老板的邀请，担任今天的鉴宝大师。诸位有任何不懂的藏品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来帮大家鉴定。金老板，就他还能成大师？这一看就是一个不懂行、不懂鉴宝的毛头小子。你让他来当鉴宝师，莫不是在开玩笑？这可是我好友极力推荐的，赵大师的鉴宝能力完全没有问题，他竟然质疑，还有什么资格质疑？杨大师，你是觉得他年轻，不会鉴宝？没错，就他这样的，完全是在误人子弟。在场的可都是京城大佬级别的人物，他们的藏品都很惊世。万一这个小子要是鉴定不准，那就是对这件藏品最大的亵渎。杨大师是吧？看来你很不服气，你是觉得我年轻不懂鉴宝？那不如这样，咱们就让在场的各位大佬拿出一件藏品来，咱们俩就来比一下，看看谁能鉴定出真假。没问题，小子，跟我玩鉴宝你还不行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我杨洋在京城鉴宝界是最具权威的存在。我是京城名家的家主，我今天带来一件藏品，请2位鉴别一下，谁鉴别出来，
我出高昂的鉴宝费500万。你们2位开始鉴定吧。宁家主的藏品，我可是知道真假，而且还知道价值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？你们说他们2个谁能鉴定出来？我感觉杨大师能鉴定出来，毕竟他是京城鉴宝协会的副会长，能力还是很强大的。哎呀，这个赵大师啊，是个陌生面孔，不认识，也没有看过他鉴宝，所以不知道他能不能鉴定出来。杨大师，谁先来？我先来，请。这鼻烟壶来自清代，是清朝皇室的物件，而且玉质纯净，雕工精细，色彩绚丽，象征吉祥，是个不错的古董，是真品，价值1200万。赵大师，轮到你鉴定了，嘿嘿嘿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鉴定出来什么东西。这个鼻烟壶是个赝品，而且还是现代伪造的赝品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什么情况？这赝品什么情况啊？做工精细的鼻烟壶，他竟然说是赝品，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！杨大师鉴定出来了，它是真品，他竟然直接唱反调，难道他真能看出来鼻烟壶的真假？赵大师是吧？你的水平我看起来要继续提高呀！我这鼻烟壶可是清代皇家用品，价格不菲啊！在这之前我就已经找了5、6个鉴宝大师鉴定过了，都说是真的。那就是他们都鉴定错了。赵明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敢挑衅我们京城的鉴宝大师？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而且，你刚才不过是胡说一通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。这个赵明看起来一脸自信，胸有成竹，难不成他真的看出了鼻烟壶的真假？若是这样的话，他还真是个深藏不露的鉴宝专家。接下来会越来越有意思的。杨洋，请注意你的说话方式。这赵大师是我推荐给金老板，并由他邀请过来坐镇今天的鉴宝交流会，你有什么资格质疑他？周家主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哪怕是你请来的，也要给大家个交代吧，不然不服众啊！周家主，放心吧，一个跳梁小丑而已，看我怎么打他的脸。现在我就来告诉你，这个东西为什么是个赝品。哼！诸位，大家看好了，这个东西的底部刻着一行字：2025年3月15日，义乌制造厂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个现代的伪品，价值最多20块钱。这赵大师说的有眼有板，看来啊，真是一件赝品。很有这种可能，这么精细的地方一眼都能看出来，这眼力可不是一般鉴宝师能有的。胡说，我的鼻烟壶就是真的，你这样说就是掩盖你不懂鉴宝的真相。赵明，这鼻烟壶明明是清朝真品，你居然说是义乌生产的，你可真是可笑啊！哼。赵大师说的完全正确，这鼻烟壶的确是义乌生产的。这真的是义乌生产的？宁家主岂不是要被打脸了？谁说不是呢？杨洋可是他请来的鉴宝大师，连鼻烟壶的真假都看不出，他的鉴宝能力啊也不太行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为什么金老板要请赵大师，而不是请杨洋？他们2个的鉴宝能力和眼力相差太大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不可能是赝品。这不是真的，我可是京城鉴宝协会的副会长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毛头小子？杨大师，你对赵大师一无所知啊！赵大师在京城的名声很响的，而且很具权威，凡是他长眼的古董，从未看走眼。你知道周家主为什么那么看重赵大师？昨晚他可是亲眼见证了赵大师的本领。竟然是这样，我输了。杨大师，我告诉你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要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就可以瞧不起别人，你要对所有人都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宁家主，你的鼻烟壶已经鉴定出来了，是赝品，鉴定费可以转给赵大师了。好，现在给他转。接下来
还有谁质疑赵大师的吗？没有的话，那你们的藏品都可以拿出来给赵大师进行鉴定。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可以卖给我们古居斋。赵大师你好，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是京城贺家的人，我叫贺迎秋，我从国外淘来了一件怪异的藏品，希望您能帮忙鉴定一下真假，鉴定费1000万元。好，我先看一下。霍小姐，你这个青花瓷瓶内藏乾坤，价值1个亿。赵大师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不过呢，你这个青花瓷瓶它本身是个赝品，不过它里面藏着宋代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这真的是一幅画呀！这赵大师的眼力太厉害了呀，竟然能一眼看见青花瓷里面的画作。赵大师的鉴宝能力太强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能力的人呐！此次鉴宝交流会之后啊，赵大师的名气将彻底在京城打响。是的呀，赵大师真是火眼金睛啊！你的能力，我看无人能及。谢谢夸奖。赵大师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您的实力了。除了给你更多的鉴定费之外，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赵大师，您打开微信，我加你一下，好给你转钱。行。贺小姐，你怎么给我转了这么多？这是你应得的。要不是你发现这里面内藏乾坤，我恐怕就要把这个青花瓷瓶给卖了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现在我宣布，今天的鉴宝交流大会到此结束，各位可以走了。这次作为鉴宝大师坐镇，光是鉴定费都收了将近5个亿，这也太赚钱了。赵大师，你今天的名气可是在京城打开了呀！周家主，还是要多感谢您把我带到这里来。赵大师，见识过了您的鉴宝实力之后，我想邀请您帮我的朋友也鉴定一下他古董店里古董的真伪，不知道赵大师可否赏脸？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告辞。迎秋，你可算来了。哎，你说的那个很厉害的鉴宝大师呢？我就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赵大师，刚才没看见你。没事。对了，你让我鉴定的都有哪些？静静，你说你有什么事儿，告诉你让给我啊。我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今天有贵客在，我没空招待你，你还是走吧。静静，这小子不会就是你找的鉴宝大师吧？我看他根本就是学艺不精，就是个骗钱的。我现在就给他撵出去，你可以滚了，这里不需要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？唐小姐还没有发话。小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你赖着不走，不就是为了要钱吗？好，我给你。你赶紧拿着这些钱滚蛋！秋浪，我带来的人你也敢羞辱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下去，你邱家全部都得瘫痪？秋姐，你也在这儿？我刚才没看到。我说，你现在给赵大师道歉。秋姐，我是邱家少爷，让我给个骗钱的道歉，你这不是让我下不来台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现在赶紧给赵大师道歉。对不起，赵大师。赵大师是我带来给静静做鉴定宝物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带来的鉴宝大师比赵大师厉害，你可以让他们比试一下。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要给赵大师3000万，反正亦然。贺小姐看似让我跟秋浪比拼，实际上是让秋浪给我送钱。小子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欺骗的秋姐，但是秋姐让我们比试鉴宝，你输定了。干大师，我的荣辱就全看你了，你一定要给我赢了他。你要是赢了他，我分给你500万。放心，秋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就好。小子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一会儿比试起来，你连认输的机会都没有。认输？就凭你？我告诉你，鉴定古董，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小子，你以为你是省城鉴宝协会会长江球啊？少废话，开始鉴宝吧。秋浪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赵大师有多厉害。
赶紧带着他走吧，省得一会儿输了丢人。静静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也让你看看我的眼光到底怎么样。我是不会输的。简直是不可理喻，省得一会儿输了丢人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，真以为自己会点鉴宝的手段，就在这里当上大师了，一会就让你无地自容。静静，把你的古董拿出来一件，让他们鉴定一下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个骗子他能鉴定出来，说不定啊，就是装模作样、狐假虎威吧。我鉴定好了。干大师，说一下你的鉴定结果吧。这珐琅茶壶是真的，是清朝皇宫里的东西。这外观玉雕精致，珐琅工艺精湛，壶身錾刻缠枝连纹，这些特点无不显示这珐琅茶壶是真品的真相。干大师分析得很到位，不愧是省城鉴宝协会的副会长。这鉴宝结果毫无疑问就是真的。轮到你了，看一下你的鉴定结果。这个壶就是个赝品，而且还是现代仿品。你什么眼神啊？也就是说，一件真的珐琅茶壶，你居然说是赝品？你还真是个江湖骗子，就知道骗钱，一点鉴宝本事都没有。我以为你有什么大本领，也就是狗屁本领。银秋，这赵大师的鉴定结果怎么和干大师的不一样呢？静静，你就放心吧。赵大师说他是假的，那他100%就是假的。赵大师一定会向你起誓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现在我就让你们知道，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个赝品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看好了。看，这是第一处作假，而第二处作假就在这儿。这上面是不是清晰地印着制造于2025年2月15日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么细微，他竟然能发现的这么准确，他到底是谁呀？他怎么知道这作假位置的？而且我还会告诉你一件更加扎心的事情，这个东西它是真的。啊？你一会儿说是赝品，一会儿说真的，你搁这忽悠我们玩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告诉你，我的鉴宝是无人能及的。这个珐琅茶壶的内部藏着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乾隆帝的龙钮方玺。乾隆帝的龙钮方玺？还真是龙钮方玺。秋浪，你输了，现在给赵大师3000万。秋姐，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？明明咱们两家的关系最好，你竟然让我给他3000万，你怎么这么做？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一个纨绔子弟，我们贺家要是不想跟你们家合作，你们整个邱家就都得完蛋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这个贺银秋真是可恶，宁愿帮这个赵明，也不愿替我讲话。我给还不行吗？邱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刚才看走眼了，这次不会了，你让我再比一次吧。比是个蛋，老子半年的零花钱都被你输完了，你还有脸说？还省城协会副会长，我呸！你就是个废物。另外，把老子说的3000万3天之内打到老子卡上，否则我让你在京城消失。早知道就不插嘴呀！赵大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感觉什么赝品藏品都躲不过你的火眼金睛。谬赞了，唐小姐。赵大师，我还要再麻烦你几件事，这几件藏品啊，帮我看看是真是假。行，没问题。赵大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虽然鉴定出来3件假的，但是依然有很多是真的，价值800万。现在啊，让我把鉴定费转给你。好。唐小姐，你转多了，1000万就够了。赵大师，要不是你，我也得不到这价值5000万的龙钮方玺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既然如此，
那这笔钱我就收下了。喂，老板，怎么了？郑明，救我！老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赵明是吗？赶紧来八宝斋，来晚了，你老板可就见不到你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绑架我老板？赵大师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错，我老板被人绑架了，我现在得回去救他。那我开车送你。行，那就麻烦你了，贺小姐。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绑我？放开我老板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赵明啊，在你面前摆了3块原石啊，你要是能鉴定出来，我或许可以考虑放了他。但是，要是你鉴别错了，我就卸他条胳膊。他要是鉴定出来，也不会言而无信的。看我心情了，如果心情好，或许可以让你们一块下去；如果心情不好，我就继续折磨你们。你太过分了吧！你真以为你身边有打手就能为所欲为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可以为所欲为，在这里我说了算，而你们都是待宰的羔羊，要不要活命得看我心情，明白吗？少废话！这3块原石我可以帮你鉴定出来，但是你要言而无信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已经鉴定出来了，这3块石头每块都价值不菲，分别是和田玉、冰种翡翠绿以及羊脂玉。你听到了吧？他已经鉴定出来了，还不赶紧放了我！着什么急啊？我还没验证呢，万一他说的错了呢？那我提前放了你，那我们不就吃亏了？我就在这等你给我解绑。早就听说你的鉴宝能力出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比京城那些权威的鉴宝专家还要神奇。去把这3块原石给我切了，我今天都要看看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。是，老大。老大，冰种翡翠绿。继续。老大，和田玉、羊脂玉，这个赵大师说的都对。老大，我们是不是该放人了？你给我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滚一边去！是，老大。赵明，你是个人才，以后跟着我混吧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想多了，就你还不配。现在你可以放人了。现在这里我说了算，而你根本没有选择。我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，怎么样？看来你是执意要出尔反尔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懒得跟你废话了。看你气愤的样子，想打我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打残他！哎呀！没想到这小子不仅鉴宝赌师能力强，武力还更强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站着！哼。现在就轮到你了，你想怎么死？大哥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这样做了。饶过我，我在你身边服侍你。晚了，我身边不需要你这样的狗，去死吧！郑明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八宝斋的老板，而我成为你的贤内助，好不好？